顾先生的话是火把，照亮了端方的心。端方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光，有光就好办了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影影绰绰地晃悠了。端方提醒自己要放弃他的大锹，放弃他的乱葬岗，放弃他的三丫的长相。端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天，天是唯物的，它高高在上，具体而又开阔，是蓝悠悠的，笼罩的无所不在的物质。但是有人却拿起了大锹，开始向地下挖了。这个人是老鱼叉。老鱼叉突然来了新的动静，他不再拿着手电在屋子里找了，不再与夜斗，他开始与地斗。每天的天一亮，老鱼叉就把天井的大门反锁上了，拿出他的大锹，沿着天井里的围墙四处转，用心地找，然后找准一个目标，在墙基的边沿用力地挖。他在往深处挖，往深处找。老鱼叉现在还是不说话，但是精神了，无比的抖擞，在自家的院子里摆开了战场。这一次的动静特别的大，几乎是地道战。他一个人就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，这里挖一个洞，那里挖一个坑，一院子的坑坑洼洼。因为没有找到，只能再重来。到处堆满了潮湿的泥土，家里的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老鱼叉这一次真的是疯魔了，用兴隆母亲的话说，只差吃人了。其实老鱼叉一点都不疯，相反冷静得很，有条理得很。他只是在寻找一件东西罢了，他要把那件东西找到，一定要找到。兴隆的母亲坐在堂屋里，晃着芭蕉扇，望着天井里生龙活虎的老鱼叉，笑了，绝望地笑了。胸脯上两只松松垮垮的奶子被他笑得直晃荡。祸害吧，你这个老东西，我看你能祸害成什么样？你怎么就不死的呢？兴隆望着满院子的狼藉，满腔的担忧。好几次想把自己的父亲捆起来，塞到床底下去，母亲却拦住了，说：随他吧，他是在作死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是没几天的人了，只要他不吃人，由着他吧。这个人是拉不回来了。这些日子，兴隆一直待在家里，没有到合作医疗去。要是细说起来，兴隆怕待在家里，不愿意面对他的父亲。然而比较下来，他更怕的地方是合作医疗。他怕那吊瓶，怕那些滴管，怕那些汽水。只要汽水一打开来，三丫就白花花的冒出来了。三丫是他杀死的，是他杀死的。一个赤脚医生把汽水灌到病人的血管里去，和一个杀猪的把他的刀片送到猪的气管里头，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些日子，兴隆的心里极不踏实。对不起端方那还在其次，关键是三丫的脚步总是跟着他。兴隆在晚上走路的时候，总觉得身后有人在盯梢他，亦步亦趋。其实并没有声音，可正是因为没有声音，反而确凿了。三丫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风一样，影子一样，蚂蚁一样。现在他死了，他的脚步就更不容易察觉。这正是三丫在盯梢兴隆的证据了，唯一能够宽慰的是端方的那一头。
兴隆再也没有想到端方能这样干干净净地替他擦完这个屁股，没有留下一点后患，很仗义了。然而终究欠了端方的一份情，这是一份天大的情。兴隆就想在端方的面前跪下来，了了这份心愿。端方却不露面了。想起来，端方还是不愿意看见兴隆，兴隆又何尝想遇见端方呢？往后还难办了，怎么相处？说来说去还是三丫这丫头麻烦，活着的时候自己不省心，死了还叫别人不省心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，三丫？你就不能让别人活得好一点的呢？兴隆就觉得自己冤，太冤枉了。兴隆坐在四仙桌的旁边，兴隆望着天井里的父亲，他的背脊油光闪亮。兴隆想，都是这个人搅和的，要不是他，兴隆何以那样的糊涂，何以能闹出这样的人命？这个突发性的闪念一下子激怒了兴隆，兴隆呼的一下站起来了，冲到天井里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父亲动了手。兴隆一把就把老鱼叉推倒了。哇哇哇，你找魂呢！老鱼叉躺在泥坑里，四仰八叉，像一个正在翻身的老乌龟。兴隆望着自己的父亲，有些后怕，就担心自己的父亲从地上跳起来，提着大锹和自己玩命。这一回老鱼叉却没有，他一身的泥浆，汤汤水水的，一点反击的意思都没有，相反畏惧得很。这个发现让兴隆意外，但更多的却是难过。父亲老了，一点点的血性都没有了。老鱼叉趴在地上，怯生生地望着自己的儿子，小声央求说：“儿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我是在找魂。”大太阳晃了一下，兴隆的心口滚过一丝寒意，掉过了头去。老鱼叉的确是在找魂，已经找了大半年了，只不过他不说，家里的人不知情罢了。这句话说起来就早了，还是1976年春节的前后，老鱼叉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王二虎了。说起来，老鱼叉倒是经常梦见王二虎的，但每一次都被老鱼叉一顿臭骂，王二虎就乖乖地走开了。这一次不一样，在梦里头，王二虎却从老鱼叉的背后绕过来了。王二虎对老鱼叉说：“老鱼叉，龙年到了，整整30年了。”老鱼叉想起来了，王二虎在土地庙被铡的那一年是猪年，一晃龙年又到了，可不是整整30年了吗？老鱼叉说：“滚你妈的蛋！”王二虎说：“该还我了吧？”老鱼叉说：“滚你妈的蛋！”王二虎说：“30年了，该还我了吧？”老鱼叉笑笑说：“还你什么？”王二虎说：“房子，还有脑袋。”老鱼叉就醒了，一身的汗。当天的晚上，老鱼叉又出了一件大事了。当然，没有人知道他撞上鬼了。如果不是老鱼叉亲自撞上的，打死他，他也不信。这个夜晚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公社的放映队来村子里放电影了。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学校的操场上去了，村子里就寥落得很。老鱼叉不看电影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慢悠悠地吸他的烟锅。9点钟刚过，老鱼叉在鞋底上敲了敲烟锅，起身往茅坑的那边去。老鱼叉有一个习惯，临睡之前喜欢蹲一下坑，像为自己的一天做一个总结那样，把自己拉干净。
老鱼叉出了门，用肩膀拨了一下披在身上的棉袄，绕过屋后的小竹林，来到茅坑，解开，蹲下了。许多人一到了岁数就拉不出来了，拉一回屎比生一回孩子还费劲。老鱼叉不，他拉得十分的顺畅，一用劲儿，1、2、3、4、5，屁股底下马上就是一大堆的成绩。可今晚却怪了，拉不出，怎么努力都不行。老鱼叉只好干蹲着，耐心地等。小竹林里一片漆黑，干枯的竹叶在冬天的风里相互摩挲，发出鬼里鬼气的声响。这时候，风把远处电影里的声音吹了过来，一小节一小节的，一会儿是枪响，一会儿是嚎丧，肯定是电影里又杀了什么人了。电影里当然是要杀人的，哪有电影里不杀人的？冬天的风把远处的嚎丧弄得格外的古怪，旋转着，阴森了。而茅坑的四周却格外的去寂，除了竹叶的沙沙声，黑巴巴的，没有一点动静。老鱼叉耐着性子，只是闭着眼睛拼命地使劲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出来了一点点。再憋了半天，又是一点点，像驴粪蛋子一样，一点痛快的劲头都没有。好不容易拉完了，老鱼叉闭着眼睛叹了一口气，站起了身子，有些意犹未尽，不彻底，想重新蹲下去，把眼睛睁开了。骇人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在漆黑当中，老鱼叉的面前站了一个人，似乎一直站在这里，直挺挺的，高个，穿着很长很长的睡衣，就这么堵在老鱼叉的面前。脸是模糊的，影影绰绰的，只是个大概，离自己都不到1尺。老鱼叉一个机灵，心口拎了一下，脱口就问：谁？那个人不说话，也不动。老鱼叉的头皮一下子就紧了，又问：谁？那个人依旧站着不动。老鱼叉伸出手想把他搡开，意外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，老鱼叉的手却空了。这就是说，他面前的人是一个不存在的人。老鱼叉手里的裤子一直滑到脚面上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这件事老鱼叉对谁都没有说，可是老鱼叉知道他撞上鬼了。老鱼叉从来都不信鬼，然而眼见为实，信不信都得信了。上床之后，老鱼叉相当的后怕，点上了旱烟锅，暗暗地对自己说：一定是眼睛花了，一定是花了，哪里会有什么鬼？为了证明这一点，第二天的晚上，老鱼叉拿起手电，故意走到了茅坑的旁边，咳嗽了一声。这一声咳嗽很短，其实相当的严厉，超出了一般的威胁。老鱼叉壮起了胆子，走到了茅坑里头，打开手电，把小竹林里照了一圈，甚至连大粪池子都照过了。放心了，解下裤带，蹲了下去。这一回，老鱼叉没有低头，而是扬着脑袋，一直在打量。他倒要看看这个鬼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他的跟前的。老鱼叉是有备而来的，只要一有动静，他立马就会摁下手电的开关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鬼的话，那么鬼一定是怕光的，只要有了光，定叫他无处藏身，原形毕露。老鱼叉并没有拉出什么来，什么也没有拉出来。但是当老鱼叉站立起来的时候，老鱼叉知道他胜利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鬼，昨天晚上还是自己的眼睛花了。这一次的探险是有意义的，
这一次的探险意味着这样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老鱼叉的蹲坑就不再是蹲坑，而是从胜利走向胜利。老鱼叉再一次用手电把四周查看了一遍，平安无事。平安无事喽！老鱼叉关上手电，把两只胳膊背在了身后，打道回府。就在快要离开猪圈的时刻，老鱼叉不信邪了，故意不开手电，再一次回头了。这一次的回头彻底改变了老鱼叉未来的日子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次的回头是灾难性的。还在昨天的那个位置，老鱼叉明白无误地看见了一个高个子，他穿着长长的睡衣，影影绰绰的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在冬天的微风里稍稍有一点晃动。老鱼叉忘记了手里的手电，只是一刹那，魂已经飞出去了。老鱼叉立即打开了他的手电，白大褂子站立的那个地方被照亮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老鱼叉的沉默是春节过后开始的，一家子的人谁也没有留意。从3月开始，老鱼叉的话明显的少了。人老了，舌头也懒了，谁会在意呢？相反，家里的人却从另外一些地方发现了老鱼叉的反常种种。第一件事是老鱼叉再也不到茅坑去蹲坑了，每天晚上像模像样的做起了马桶。兴隆的妈妈为这件事情老大的不高兴。这马桶是男将们做的吗？一个大男将那么大的岁数，女人一样坐在马桶上，像什么？你说说看，像什么？大男将可不是女人，他们的屎臭、尿骚、屁响，3间瓦屋都盛不下，你就不能挪几步到院子的外头，拉到茅坑里去吗？你的腿又不瘸，眼又不瞎。兴隆的妈妈忍不住了，到底给老鱼叉甩了脸色，赌气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也不用了，给你，你天天倒马桶。”老鱼叉满脸的皱纹都落在了一起，厉声呵斥说：“马桶是你的，马桶跟你姓了。”蛮不讲理了。兴隆的妈妈差一点给憋死，为了一只马桶，吵都没法吵，说都没法说，说不出口啊。哪一个体面的人家会为了马桶吵架的呢？没法说。伤心的哭了3、4回。第二件就是手电筒了。深更半夜的，睡得好好的，他突然坐起来了，摁下手电，在家里到处照。你说这个家里有什么？还有一件就是老鱼叉的自言自语了，很少，却要重复。可没有人听得清他到底在说什么。老鱼叉的心思深了，他知道王二虎回来了，他的鬼魂回来了。都30年了，他还是回来了。老鱼叉当然不想和王二虎见面，但王二虎硬要钻到老鱼叉的梦里来，这可就没有办法了。梦你是挡不住的，谁也挡不住。30年了，该还我了吧？房子，还有脑袋。问题很明确了，很简单，就是还或是不还这个问题把老鱼叉难住了。在还和不还之间，老鱼叉伤神了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伤神了。开始当然是不还，还什么？笑话吗？但不还有不还的麻烦，天总是要黑的，天黑了总是要睡觉的，睡觉了总是要做梦的。一想起做梦，老鱼叉的气短了，那等于是为王二虎修路了。老鱼叉只要是一做梦一睡觉，
王二虎就从老于叉修好的这条路上回来，盯着老于叉，盯着他要他还。这太折磨人了，比死了还难受。老于叉改主意了，决定还。老于叉相信，只要还了，他就踏实了。就算他王二虎大白天坐在老于叉家的门槛上，老于叉就再也不用心惊肉跳的了。可是怎么还呢？拿什么去还呢？还到哪里去呢？这些都是问题。老于叉揪心了，一筹莫展，从来没有人教导过他怎样去做这样的事。老于叉只能是拖一天是一天，但王二虎在逼他，一次又一次来到老于叉的梦中，步步紧逼。这个人也真是不让人喘气了。事实上是老于叉自己不让自己喘气了。自打老于叉把王二虎告了的那一天算起，也就是说，自打王二虎被咔嚓的那一天算起，再换句话说，自打老于叉住上这3间大瓦房子的那一天算起，老于叉的心里其实就没有消停过。他的心一直被一样东西拎着，是悬空的，是不着地的，还晃荡。但老于叉有老于叉的办法，他积极，他拼了命的卖力气，他下手重，他一直并且永远站在最坚固的那一边。他时时刻刻告诫王二虎，我不怕你，我们人多，最关键的是我们势众。但王二虎这个人狡猾了，当你人多势众的时候，他就躲起来，稍不留神，稍一个不留神，他就从阴暗的角落里冒出来了，忽然的鬼祟祟的招惹老于叉一下子，一招惹完了就跑，躲到一个永远也说不出地名的地方，然后又冒出来了。他是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的，神出鬼没了。王二虎死了，早就死了，可是王二虎就是不死，一直不死，永远活在老于叉的心中。老于叉骨子里怕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1976年4月9日，老于叉到底绷不住了，他上吊了。就在大瓦房的堂屋里，他把麻绳拴在了屋梁上，打了一个活扣，把脖子套了进去。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，其实老于叉是深思熟虑了，他决定还，他决定用上吊这个办法还。这一还就干净了，主要是地点好。老于叉其实是一个机敏的人，很懂得揣摩人的心思了。他把上吊的时间选择在上午，蛮有眼光的。那个时候谁能想得到家里头有人上吊呢？等家里的人上工了，只要一袋烟的功夫，老于叉就可以把他30年的债务一笔还清了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他顶了上去。他还能给他的子孙们赚回来3间大瓦房呢，划算的，值得。人算不如天算呢，谁也没有料到老于叉的长孙过来了。小家伙从门缝里看见了悬空的爷爷，立即来到巷口，奶声奶气的尖叫。老于叉没有死成，却对一件事情上了瘾，爱上了上吊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巧，第2次还是被这个小孙子发现的。老于叉又得救了。老于叉张开了他的大巴掌，抚摸着孙子的小脸蛋儿，笑了，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不让爷爷去还债。好孩子，像我们王家的人。连着上了几次吊，老于叉没死成，心思却又活了。他原本是铁定了要死的心的，
孙子不让他死，其实就是老天爷不让他死了。几次没死成，老于叉改主意了，他不想死，不想还了。他要和王二虎再较量一把，他要把王二虎的鬼魂从家里头挖出来。是的，挖出来。你不是经常到我的梦里来吗？那就说明你离这个家不远了。是在地底下，还是在墙缝里？是在树根旁，还是在井水中？得挖。等把你挖出来了，王二虎，这一回对你不客气了，不用铡刀铡你，我让你碎尸万段，再用火把你烧了，烧成灰，烧成烟，我看你还来不来。庄稼人从来不把立秋说成立秋，而说成咬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夏天的暑气太重，到了立秋的光景，一定要给身子骨拜拜火。他们便在立秋的时分抓起一只瓜来，咬一口，这一口下去就是个标志。秋天准时正点，于北京时间几点几分来到了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仪式太一厢情愿了。在不少的年份，秋是被咬过了，却还是热。庄稼人就把这样的秋天叫做秋呆子。连老天爷的脸色你都不会看，你说你呆不呆？另外还有一路情况，夏天的雨水多，被雨水浇凉了，一到了秋天，天上下火了。庄稼人就把这样的秋天说成秋老虎。反攻倒算的老虎尾巴有多厉害，不用说它了。1976年的秋天正是秋老虎，王家庄的人害怕了。不是王家庄的人娇气，而是上面有指示，要种双季稻。所谓双季稻，就是稻子收上来之后再种一季，这一来秋收的日子就太紧张，太劳累了，一分一秒都分外的宝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7号晚上8点47分立秋，你的双季稻就必须在7号晚上8点钟之前栽下去，8号上午9点钟都不行。这是老天爷的必杀令，杀无赦。有原因的，因为秧苗不能见霜，霜降一到，老天爷立即翻脸，稻穗儿就再也不可能灌浆了，通通变成了稻瘪子。你只能收到一把草，一把糠，你1粒米都收不到。可插秧也不是说插就插的，又不是和女人睡觉，大腿一掰，肚子一挺，插进去了，没那么便当。你要火烧火燎的割早稻，再火烧火燎的耕田，再火烧火燎的灌溉，灌溉完了才能平池，然后才轮到插秧。古人说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苦就苦在你要和时间抢，抢赢了，你这一年就赢了；抢输了，你这一年就没了。什么叫看天吃饭？什么叫靠地吃饭？你要是不把秋收搞清楚，你就永远也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毛主席领导过一次革命，叫秋收起义。你听听，他老人家多聪明。许多人不服气，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扳手腕，不行的，你玩不过他的，你怎么斗得过庄稼人呢？秋收是这样的劳累，再遇上秋老虎，你说你还有命吧？连豁着牙齿的小丫头们都知道秋老虎的厉害。他们在空空荡荡的村口跳牛皮筋的时候是这样唱的：1、2、3、4、5，打死秋老虎，老虎不吃人，晒得屁股疼，屁股分2边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是的，秋收刚刚开始，吴曼玲一会儿在野外的田头，一会儿在打谷场上，硬是靠她的血肉之躯把半边天顶起来了。吴曼玲习惯于身先士卒，割稻、挑把、
脱粒、扬肠、耕田、灌溉、平池、插秧，样样干。一句话，他是男人，不是女人。站双抢是没有日夜的，这一来，吴曼玲就不怎么回大队部睡觉了，每天和社员同志们一起吃在田头，睡在场边。吴曼玲已经连续4天4夜没有好好睡一个像样的觉了，困得不行了，就躺在稻草垛的旁边眯上2、3个小时。吴曼玲今年的辛苦不同于以往，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了。秋收刚刚开始，王家庄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。混世魔王这个人跳出来了，上工了，还不是一般的出工，一出场就表现出了马力强劲的主观能动性，很昂扬，一副革命加拼命的样子。吴曼玲吃惊不小，警惕起来，这个缩头乌龟这是哪一出呢？连续观察了好几天，还特地的安排了2个密探全程跟踪。密探的报告回来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积极。这就更不正常了，积极又不是做给他看的，他凭什么积极呢？这个懒得都快变成肉的人，不可能真心的爱上劳动，不能，一定有什么内在的隐情，费思量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不管混世魔王的积极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吴曼玲提醒自己，不能输给他，绝对不可以落后于他。他积极，吴曼玲就要表现得更积极；他不怕苦，吴曼玲就要表现得更不怕苦；他不要命，吴曼玲就一定还不要命，不能输给他。这里头关系到一个党员形象的问题。所以吴曼玲的这一次秋收有点不要命了，积极到近乎残酷。有时候明明可以吃饭，吴曼玲就是不吃；明明可以睡觉，吴曼玲就是坚持住不睡。在王家庄，所有热爱劳动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条道理，那就是著名的反比例关系。一个人越是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，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了，那不是爱工作，又是爱什么？吴曼玲4天4夜都没有好好睡，咬咬牙，其实还是可以再坚持的，只不过小肚子那儿有点不对，疼得厉害，吃不消了。吴曼玲知道，她这是大姨妈快来了。吴曼玲想，个倒头东西，也真是的，不早不晚，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跑出来捣蛋。吴曼玲坚持不住了，把倒把移交到别人的手上，拽下头顶上的方巾，从脱粒机上下来了。正是深夜，吴曼玲摸着黑回到了大队部，点上灯，嗓子里却渴得冒烟，就想喝一口热水。吴曼玲扶住墙，弯下腰，摇了摇热水瓶，却是空的，只好来到水缸的旁边，把脑袋埋到水缸里去，拼了命地喝，一直喝到饱。喝饱了，吴曼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走到床沿，吹灯，躺下了。一躺下，吴曼玲就后悔了。刚才应该爬上床的，这会儿2条小腿还挂在床边，却再也没有力气把它们搬上来了，只能挂着，别扭了。刚刚闭上眼，吴曼玲的眼前反而亮了，是昏黄的马灯的光芒。她想起来了，那是脱粒机旁边的马灯，一直挂在他的左侧，而马达的声音也响起来了，那是东风12匹的柴油机，突突突突的，就在太阳穴上闹个不歇。想来还是在脱粒机旁边的时间太长，太长了。吴曼玲累得要了命，困得要了命，却睡不进去。人就是这样，累到极限，累到快趴下来的那一步，脑子就精神了。
吴曼玲咂咂嘴，附带舔了舔嘴唇，牙齿这一舔难受了，牙齿特别的厚，还特别的黏。想起来了，她已经4、5天没有刷牙了。吴曼玲就不敢再舔了，一门心思想着把自己的小腿拉上来，又动不了。心里头想，这会儿要是有人帮帮她，替她把小腿搬到床上来，那就好了。如果把脚再洗一洗，那就好的不能再好了。请谁呢？吴曼玲让小伙子们在脑子里排队，开始选择了。端方举手了，那就端方吧。吴曼玲躺在床上，半睡半醒，却格外的清晰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其实在微笑了。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了，吴曼玲平日里从来不想男人，可是只要大姨妈快来，身子就不安稳，想了。有时候还想得厉害，身子都快裂开来，闷闷的，蛮骚的。可奇了怪了，吴曼玲就开始想象着端方给自己洗脚的样子。他的手又粗又大，一把就把吴曼玲的脚裹在了掌心，是呵护的模样，珍惜了。他的巴掌是厚实的，而手指头却不老实，慢慢地进入了自己的脚丫，很仔细，一颗一颗的，合缝合损了，蛮痒的，蛮舒服的。端方不只是给他洗了脚，还捎来了水、牙膏、牙刷，居然帮着他刷牙了。吴曼玲望着端方，张开嘴，看着端方把他的牙刷塞到了自己的嘴里。这个举动实在是出乎吴曼玲的意料，一颗心突然就鼓荡起来，乳房里有了风，是狂野和收不住的迹象。吴曼玲突然就是一阵难过，她想把心里的难过原原本本地告诉端方，端方却没有理会，重重地拍了拍她的屁股，厉声说：“好了，睡吧。”粗暴了，但这是发自怜爱的那种粗暴，是源于亲昵的那种粗暴，缠绵了。吴曼玲一惊，醒了。吴曼玲其实并没有睡着，却惊醒了，这种感觉矛盾了，可矛盾了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吴曼玲睁开眼，四周黑洞洞的，空落落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一股彻骨的无望就这样涌入了吴曼玲的心房，再一次把眼睛闭上了。吴曼玲并不知道自己的眼眶里有泪，可是一闭眼，她的泪水就被挤压出来了，就挂在那儿，和她的2条小腿一样，就挂在了那里。天刚刚亮，吴曼玲的下身一热，倒霉东西到底还是来了。好在吴曼玲刚睡了一个踏实觉，这会儿身子骨松了，像刚刚给松了绑。吴曼玲起了床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把自己打扫了一遍，附带把大姨妈也收拾了一遍，好多了，重新抖擞了。吃过早饭，吴曼玲回到打谷场上来，在稻草垛的旁边看见混世魔王了，正在睡，睡得又死又香。吴曼玲刚想叫他起来，不经意间却发现混世魔王裤裆的那一把正鼓着，挺出了好高的一大把，还微微的一颤一跳的。吴曼玲不解，正纳闷呢，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本能地伸出脚，掀起稻草给他盖上了。看了看四周，顺便把一绺头发捋向了耳后，腮帮子上却早已是滚烫。吴曼玲私下里想，有力气不去干活，都用在这儿了，天生就不是一个有出息的人。想把他叫起来，金龙却扶头肿脸地走上来，说：“给他睡一会儿吧，大伙都说多亏有你这样一个好榜样。”
吴曼玲听得出来，这是在替混世魔王说好话，然而还是奉承了。吴曼玲笑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投入到新一天的战双枪的战斗中去了。混世魔王的举动是突然了一点，其实也不是突然的，还是有他的考虑。王家庄他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主要是他闲不下去了。劳累是难熬的，可是虚空和无聊却未必就好打发。劳累和忙碌虽说困难，却可以坚持，他到底有所依附，有所寄托。虚空和无聊却难，他没凭没据，无头无尾，四面不靠，还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弄得你真的想发疯。现在想起来，混世魔王在和吴曼玲的较量一开始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，是致命的错误。他怎么可以用无聊和虚空做武器呢？无聊不是武器，它不是批判的武器，更不是武器的批判。自以为讨了便宜，其实他选择了失败的命运，这是注定的。在被遗忘的监狱里，一把口琴挽救不了任何人。口琴除了能放大无聊，使无聊旋律化，把无聊染上哀婉的色彩，还能干什么？王家庄他不能待了，再也不能待了，一天都不能待。他要走，无论如何，他要走。当兵去。目标明确下来之后，混世魔王反而清醒了，无限清晰地看见了拦在自己面前的两道门槛。第一道当然是吴曼玲，这第二道就是群众，其实也就是王家庄。混世魔王决定首先从第二道门槛开始跨起，他一定要扭转自己留给王家庄的恶劣印象。只有这样，他到了第一道门槛的面前才有说服力，群众才不会成为吴曼玲的借口。混世魔王的努力是全方位的，不只是劳动，首先表现在他的为人和处事的态度上，脱胎换骨了。上工之后，混世魔王是从对人的称呼上开始转换的，简单的说，家庭化。混世魔王到了今天才明白过来一个道理，王家庄不是一个家，但是你要把它弄得像一家子。比方说，见了人你要喊爷爷奶奶、大伯大叔、姨娘婶子、舅舅舅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。与此相应的还有姨父、姐夫、妹婿、姑父、堂哥和表叔，这一来就亲了。自家人了吗？该翻脸的时候翻脸，翻完了还是一家子。庄稼人最大的忌讳就是不是自己的人，你都不是自己的人了，累死了也白搭，表现自然不好。你不只是要把自己放在家里，还得守家里的规矩，你得先从孙子、侄孙子、外孙子做起，做好了，你就可以成长为侄儿、外甥或姨侄。再做好了，这才能成为兄弟，接下来就好办了，往下熬，你自然就成了叔叔、伯伯、舅舅、姨父、姑父。到了这样的田地，你离大爷也就不远了。一个人只要做上大爷，你就成了人物，日子就顺遂了，就可以呼风唤雨。当然，你离死也就不远了。混世魔王一上工就表现出了全新的气象，手脚勤快还在其次，主要是嘴巴勤快了，整个人都变得客客气气的，三姨娘六舅母的打招呼个不歇，叫人喜欢，叫人疼。怎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呢？他的态度是诚恳的，概括起来，他把自己真正看成庄稼人了，也就是说，真正把自己看成了王家庄的人。广大的贫下中农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。
哪里还真的指望你干多少农活？想得起来的。关键是你不能骄傲，要服。这其实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终目的。吴婶子金龙家的看着混世魔王这样好，那混世魔王开心了，问混世魔王，往日里你从来不搭理人，现在怎么这么客气？混世魔王十分憨厚地笑笑，大声地说，我过去吃屎了。端方却没有在打谷场，依照生产队原先的安排，端方应该去脱粒，但端方拒绝了，他不愿意脱粒。在这些细枝末节上，端方还是存了一点私心的。这里头有故事，就在高中毕业的前夕，中保中学请来了75届的毕业生，一个叫董永华的小伙子。说起来，董永华和端方还同过一年的学，比端方高一个年级罢了，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伙子，可人家现在已经是全公社最著名的青年标兵了。董永华在去年秋收的时候，2天3夜没有合眼，站在脱粒机的旁边，站着睡着了。一个瞌睡，他把一条胳膊塞进了脱粒机，整整一条胳膊，连皮带肉带骨头，全让脱粒机给脱了。人就是这样，在你缺胳膊少腿的时候，你的身上就会有疤，是疤就会发光，正如是金子就会发光一样。如果你的整个人都赔进去了，那你的性命就成了一块疤，你的名字就会闪闪发光。董永华坐在讲台上，唯一的胳膊比2条胳膊还要拘谨，结结巴巴。但董永华把自己的讲稿背得很熟了，他用相当长的时间背诵了他的受伤经过。当然还有受伤后的感受，他的嘴巴像一台脱粒机，喷涌出来的全是金光闪闪的成语、定语和状语。然而端方没有听见，他一直注视着董永华的那条并不存在的胳膊，心里头在提醒自己，在任何时候不能站到脱粒机的面前去。想起来也真是，董永华是作为先进的典型给7、6届的高中生做报告的，在端方的这一头却成了反面的教材。有董永华这个反面教材在，端方说什么也不会站到脱粒机的旁边去。端方一直在割稻子，因为有了夏收的经验和教训，到了秋收，端方有了经验，老到了，用王存良的话说，没那么骚了。所谓老道，说白了也就是偷懒。端方是有一身的力气，可凭什么要把力气全花出去呢？没道理，力不可使尽。稻子当然要割，可谁能够保证端方割下来的稻子最终就能跑到端方的嘴里去？谁也不能保证。既然谁也不能保证，端方瞎起劲做什么？把力气存放在身上，撑不死人。端方学会了偷懒，却没有人去管他。三丫的事过去还不久，端方没心思干活，原也是情有可原的，管人家做什么呢？端方躺在田头，嘴里头衔了一根稻草，其实也没有想三丫，三丫是没有的，他可以不去想念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。他在看天上的云，7月的云好看了。老人们说的不错，7月绣巧云。这个7月当然是农历的7月，也就是阳历的8月。老人们说，到了7月，天上的绣女们就出动了，一个个露出了他们的手艺。临近傍晚，天上的云朵别致了，有了梦魇般的变幻。天是碧蓝的，蓝得极深极远，
是那种夸张的渲染的颜色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上，白云一大团一大团，一大朵一大朵，你只要盯住其中的一朵，有趣了，你会发现那不是云，原来是一匹马，雪白的马正在跑。马的尾巴翘在那里，而4条腿都腾空了，真的是天马行空，说不出的轻盈，说不出的洒脱。慢慢的不像了，原来是一只老虎，蹲在那里，张大了嘴巴，凶神恶煞的样子。细一看，又不是老虎，却是狮子，是一头雄狮，硕大的一颗脑袋，脑袋的四周毛发喷张，那样的威武，那样的雄壮。你如果有足够的耐心，你会发现狮子的毛发伸出来了2部分，什么都不像了。可是只是一会儿，毛发变成了2根又粗又长的獠牙，那不是大象又是什么？这是一头白色的公象，已经老了，它慈祥，同时又神采奕奕，洋溢着领袖的气质，不怒自威。最后2只獠牙脱离开来了，飘走了，而大象的身子聚集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座坟墓。端方躺在田埂上，张开嘴巴，仔细地辨认云上的变幻。苍天是这样的美妙，云朵是这样的无常，看看，真是蛮好的。在打谷场上坚守了几天，吴曼玲提着镰刀来到端方所在的稻田了。大伙儿一阵欢呼，稻田里顿时多了几分的生机。吴曼玲是支书，不属于任何一个生产小队，她到哪里去劳动完全是随机的，主要是做一个榜样，起一个鼓舞和促进的作用，某种意义上也有一点奖励的意思。吴曼玲微笑着和乡亲们打招呼，什么也没有多说，下田了。吴支书真的是一个实干加苦干的人，除了中间到田头喝过一次水，腰都没有直起来一次，就那么弯着不停地割。稻田里了无声息了，吴支书不说话，大伙儿自然就不好再七嘴八舌，劳动一下子就打上了庄严和肃穆的烙印，分外的光荣。天慢慢的暗了，远处的村庄里模糊起来，只剩下那些树木的影子，高大浓密，影影绰绰。照理说，到了这样的天光，该收工了。可吴支书不发话，不收工，谁也不好意思一个人走掉。这就苦了那些正在喂奶的小嫂子了。他们回不去，2个水奶子就胀得闹心，微微的还有些疼。奶水攒不住了，自己就滋出来了，在胸前湿了2大块。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蹲下来偷偷地挤掉。天上的星星却已经亮了，星星们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。一转眼，星光就灿烂了。庄稼人弓着背脊还在割。什么叫披星戴月？这就是了，全披在背脊上。吴曼玲黑咕隆咚地直起身子，大声说：“今天就这样吧。”稻田里的身影在星光的下面一下子活跃起来，处理过稻把纷纷往河边涌去。他们要抢着上船，早上去1分钟就可以早睡上1分钟。吴曼玲却没有上船，顺便把端方也留下了，一起走回去，顺便有一些话想和端方谈谈。吴曼玲经常是这样的，很少占用劳动的时间和别人谈心，只是利用上工和收工的空隙，在田埂在地头做一做他们的工作。
河面上的道船走远了，河面上的波光凝重起来，在满天的星光下面无声地闪烁。毕竟是秋天了，一些虫子在叫，空旷而又开阔的苍穹安静了。吴曼玲和端方顶着满天的星光在往回走，吴曼玲走在前面，端方跟在后头。这样的行走方式对谈话很不利了。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田埂太窄了，容不下2个人，肩并肩是没有可能的，只能是一前一后。端方一直想对吴曼玲谈一谈当兵的事，说话不方便，那就等一会儿再说吧。他们俩在黑暗中就这样走了一大段，个人是个人的心思，脚步声却清晰起来了。开始还有些凌乱，后来却一致了，有了统一整齐的节奏。吴曼玲听在耳朵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好说了。想调整一下步伐，打乱它，可一时也打乱不了，只能更加专心致志地走路了。这哪里是谈心呢？这不成了赶路了吗？吴曼玲只好停下脚步，转过了身来。因为转得过于突兀，吴曼玲一时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只是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越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2个人只好把头仰起来，同时看天上的星。天上突然就有了一颗流星，亮极了，开了一个措手不及的头，还很长，足足划过了小半个天空，最后没了。等天上的一颗流星彻底熄灭了，吴曼玲说：“端方，还在难过吧？三丫走了，我也没有去安慰你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心里头有话就说不出，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”端方想了想说：“嗨。”吴曼玲说：“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你还年轻，日子长呢。”端方想了想说：“嗨。”吴曼玲说：“嗨什么嗨？”端方想了想笑了说：“嗨。”吴曼玲说：“三丫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起码我认为她还是不错的。”端方在黑暗中望着吴曼玲说：“吴支书，不说这个了吧？”吴曼玲突然伸出手，在端方的胸前推了一把，脱口说：“还叫吴支书，再这样撕嘴了。”吴曼玲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，这样的举止，这样说话的语气，服了，自己也吃了一惊。但真正让吴曼玲吃惊的不是自己的轻浮，而是轻浮所体现出来的力量，也就是咄咄逼人的浮力了。像摁在水里的一个西瓜，一不留神，顽强的、被动的冒出来了。端方笑笑说：“当然要叫吴支书，不能没大没小的。”吴曼玲这一次没有再说什么，她其实是想说的，但是不能够了。她是知道的，这个时候再说话，声音会打颤的。田野里一片宁静，黑色的偏浓了，只有星星的些微的光，虽然看不清什么，却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，还有一丝微微的风，是秋风，有了凉爽的意思，会给人一个小小的机灵。端方一直在想心思，盘算着怎样对吴支书开口，就是开不了口。其实挺简单的，端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吴曼玲见端方不开口，也不说话了。夜色顿时就妩媚起来，黑的有点润，有了光滑的却又是毛茸茸的表面，有了开放的姿态，可以用手摸的，说妖娆都不为过了。
吴曼玲想，夜真的很迷人呢，平时没留心罢了。吴曼玲在黑暗当中端详起端方，别看这个呆小子5大3粗，这刻脑袋都耷拉下来了，害羞呢。男人的害羞到底不同于女人，女人的害羞家常了，男人的呢，令人感动了。吴曼玲就想在端方的脑袋上葫芦2下，再给他2巴掌，到底还是收住了，心却汪洋了。有了光滑的却又是毛茸茸的表面，有了开放的姿态，软绵绵的往外涌。端方的这一头到底鼓足了勇气，抬起头说：吴支书，我今年想去当兵，还请吴支书高抬贵手呢。吴曼玲张开了嘴巴，没有出声，出来的是一口热烫烫的气息。她侧过了下巴，下巴几乎搁在了左边的肩膀上，而心跳也缓缓地平静了，有了它的组织性，有了它的纪律性。突然就想起一个人来了，混世魔王。难怪他这样积极呢，难怪了，谜底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是啊，是秋天了，又该征兵了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是这样。吴曼玲在心里头对自己说，我说呢。